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台日欧一起讨论产业链重组，中国大陆为什么紧张啊？那么这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新闻。先说新闻本身啊，美国在台协会 AIT 9月2号宣布，9月4号美台日欧共同举办一个论坛，题目是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韧性论坛啊，这个话里有话啊，话里有话，就是理念相近的这个伙伴啊。主办论坛的包括谁？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外交部、台湾经济部、欧洲经贸办事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台湾的外贸协会啊。那么这是一次外交上的突破。美国做很多动作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动作，把台湾推向国际舞台啊。那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会越来越高啊。美国在台协会提供的资料啊，参加这次论坛的包括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厉英杰啊，捷克参议院院长韦德奇啊，就是在台湾立法院说我是台湾人的那个捷克的议长啊。那么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欧盟驻台代表高哲夫，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台湾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啊。IIT 说，论坛的主旨是讨论各种政策工具，以重组供应链，同时确保商业和经济能够蓬勃发展。各方也将在这项共同优先事项上积极拓展双边、区域以及全球的合作机会。AIT 说，供应链的加速重组是目前最显著的全球趋势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带来的长期影响将促使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寻找可信赖的贸易伙伴和供应链。台湾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及维护国际社会的健康、安全和繁荣上能够扮演独特的角色。AIT 讲话很有意思啊，这都是有含义的啊。那我们先讲供应链啊，供应链再讲这个突破啊。第一个先讲供应链，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么美国就开始推动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来啊，这是美国最先做的一个动作。那么美国推动这件事情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啊。但是呢，随着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之后，特别是关税加上去之后，供应链在中国的一些供应链开始往外流出，因为它的市场在美国，如果它的供应链是在大陆，那它就要征税，它没办法承受，它就把厂子搬走啊，这是一个趋势。那么后来呢，就这件事情只是发生在中美之间，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什么？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疫情啊！疫情发生之后，很多国家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中国一下子 shut down， 一下子就关停，全国性的关停，全国性一关停，很多企业就发现麻烦大了，它的整个供应链就断掉了。有些企业就倒闭了啊，大家就发现原来供应链高度集中在中国，或者说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你比如说美国的医药业啊，美国的医药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药啊。中国有一个企业叫石家庄制药，石药最大的产业就是原料药的出口。美国几乎所有的药厂都是依赖中国的这个原料药，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药品。
它就是高度依赖。你想一下，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你看，疫情发生之后，不用美国人打招呼，很多国家就开始撤什么呢？它不一定全撤啊，它大概会什么呢？它会把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我们叫供应链，放一部分放在大陆啊，再放一部分放到墨西哥，再放一部分放到东南亚，这样的成本会高一点，但是安全，至少能活下来，出了情况会活下来。或者有些国家他就开始觉得这样也是不安全，一看这个中国还会拿我一把，那怎么行？你像比如日本就真的补贴日本企业。那就是说疫情发生之后，日本真的掏钱，很多企业不就搬回日本，其中搬回去最多的是什么？口罩厂搬的最多，搬回日本啊，就很多产业链开始，他主动的在撤离中国，他觉得这样不安全，高度依赖中国不安全，这里面是商业风险。所以你可以看产业链的重组，其中有一部分是基于政治上的因素，比如说中美贸易战、中美之间的交恶、中美的对抗啊，这会造成一部分产业链的外移啊。但是另外一部分疫情让大家突然一下猛醒，产业链高度依赖中国啊，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那商业风险非常大。所以在这两个情况之下，那另外有一部分产业链也开始移出中国。那么在这个关节点上，你看一下，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论坛的有主持应该是主要推动者是美国在台协会啊，因为他出面，所以其他人都来啊。美国在台协会，然后台湾啊，这会在台湾开啊，然后拉上欧盟，再拉上日本，这是最重要的几个贸易伙伴。这几个贸易伙伴一出来，在讨论什么问题呢？在讨论产业链重组，而且它产业链重组的前提是什么？理念相近。理念相近是讲的是什么？普世价值观、民主政治啊，普世价值观，把这东西往中间一摆，那这个论坛就又有经济议题，又有外交议题，又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议题，又有政治的议题，最后落脚点在哪？落脚点就是政治议题。所以这个研讨会真是政治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最紧张的是什么？最紧张的是这4个国家或地区啊，他们真的开始协调立场，真的开始讨论我们怎么着把这个产业链从中国搬走，那真的要出一下汗。为什么？很简单，产业链的问题，它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经济版图。你想一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啥都不说啊，就是啥都不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建立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的一个大规模化，叫集群。你的产业链就是一家厂子一家厂子一家厂子链条式的下来啊，这个就叫产业链或者是叫供应链啊。那我做什么呢？我是做这个电脑的啊，然后我的前面有一个什么呢？做主板的，前面有一个做鼠标的，前面有个做键盘的，前面有个做这个芯片的，前面这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集群是什么？产业集群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组企业，就是一群企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当年电脑全在哪里？全在东莞，就是做键盘的有几十家厂子。那么东莞的键盘占全世界多少？产量占全世界多少？60%，就是这个概念啊。那么做显示器的40%，
在东莞，做什么做主板的50%在东莞。你基本上你从它的那个马路的这头走到马路的，从街头走到街尾，你可以基本上把你要的所有的电脑的所有的配件全部攒齐，而且选择又多，价格又便宜，然后根本就不用运输，直接搬到你厂里就行。这就是什么？这就叫集群。中国的竞争力是人工便宜吗？不是啊，绝对不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经济体其实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就是产业链或者是叫供应链，供应链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很多产品，它为什么价廉物美？它原因就是它每一个产业环节都是一大群企业在那生产，因为它最后面那个企业数量非常大，这就是中国竞争的核心优势，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那这些年啊，这就是中国的经济的家底是什么？就是产业链啊，中国经济的家底就是这些产业链。那么从去年到现在，中国的产业链有没有跑？在跑，跑得多吗？跑得不太多。为什么？很简单，中国的经济体实在太大了，就算跑出去一部分，它数量也没那么大啊，它对整体的影响不太大啊，不太大。我给大家一些概念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或者是贸易国，国际贸易第一 No.1 是中国啊，中国是去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是多少？45000亿美元，记住这是很大的数啊，中国是 No.1， 出口25000亿，进口2万亿，大概是大数，我全部讲大数啊。中国的贸易伙伴第一是谁？第一是欧盟，第二是东盟，第三是日本，美国，第四是日本。中国的贸易伙伴，这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那你想一下，如果这几个主要的贸易，除了东盟啊，东盟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中低端的制造业产品就去东盟啊，中东。那东盟我们忽略不计，欧盟、美国、日本、台湾是什么？台湾当然基本上高端电子产品都是台企啊，高端电子产品还有那些大厂，比如说富士康啊，那些豫园是做鞋的，豫园原来在东莞的厂有多大？10万人，10万人的一个厂子。不是，应该不是叫10万人的厂区有10万人，然后工厂的职工有3万人，3万人做鞋，就耐克什么的，所有的大牌子都是他们生产，就这种级别的规模，就都是台资企业。你看到的这些大的这个出口的这些大厂都是包括台湾的电子厂。这些台湾的电子厂很大，都是非常大的企业。那你想一下，这些企业坐在一起开会讨论我们的产业链的问题，你说中国能不紧张吗？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去年开始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中国的出口企业是这样的，原来排第一的是谁？外企或者外商。外企出口 No.1， 然后跟着就是，而且外企出口超过一半是外企。去年呢，外企掉下来，谁爬上去了？民营企业爬上去了。民营企业现在是多少？民营企业现在是42.7%，然后这个外企跌到了40%不到，啊，国企是17%，大概是个这个数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产业链外移的现象还是很明显啊，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大家知道产业链外移核心的主要还是外企啊，主要是外企。那么中国的主要的高端的
出口的，就是我们说上面的像产业链或者像供应链往上爬的这些部分，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啊，日资企业、韩资企业，韩资企业撤的最干净彻底，韩资企业跑得最快，而且他们扎堆儿啊，他比如一签啊，几十个厂子一起迁走啊，他来也一起来啊，他咋？韩资企业大概是一个这个就是非常抱团啊。那么韩资企业也好，台资企业也好，港商也好，港商现在开厂的已经不多了啊。那么这三类企业都是跟着谁走？跟着日本走啊。日本的技术就是亚洲雁行啊，雁行排第一是谁？日本。然后这边是台湾，这边是韩国，这边是香港，这边是新加坡，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雁行。亚洲的经济形态一直是这样，在中国崛起之前啊。那么你现在想一下啊，如果这几个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坐在一起讨论供应链重组的问题，你说中国会不会出汗？一定会出汗啊，一定会出汗。这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那就更不用说啊，政治层面，美台关系在这个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有人叫阿扎尔的这个访台之后，美台关系急剧升温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论坛，不仅仅有美国。还有日本跟欧盟，这的确是有点吓人啊！就对大陆来说，这绝对是个突破。从外交上是一个突破，从政治上也是个非常大的影响啊！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在台湾的这一系列动作没有停，就是不是说阿扎走了，这事儿就大家就休息一下，不是，美国没有停。你看在台协会搞一个这个还没有停啊，美国方面继续工作。美国再提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再提出一个建立美台双边高层对话平台，建一个对话平台，叫什么名字呢？叫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这个平台。不仅要建一个这样的平台，而且由美国国务院第3把手，主管经济成长和能源环境的副国务卿。叫这个 Keith Krach 叫凯斯克拉奇，那他来参加这个会议啊。这个议题，那你看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论坛啊，这个产业链的论坛是美国在台协会提出来的，这个也是美国提出来的啊。美国是谁提出来的？美国这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大家还记得吗？史达伟昨天我们讲过他。史达伟助理国务卿，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跟台湾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跟美花一起开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台湾美方就是这个史达伟提出来说，我们搞一个对话，搞个对话平台，我们请这个谁来？我们请这个叫这个 Krach 这个副国务卿 Krach 来。他是主管经济成长、能源环境的啊。美国又提出一个这个话题啊。那么这是阿扎尔走了以后，你看再来一个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来啊。那么而且这个议题非常顺利啊，目前是美国国务院。在跟台湾外交部他们在协调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如果顺利，这个月就会进行啊，那么王美花昨天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呢，克拉奇呢是负责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啊，一定会这个交流关于美国印太战略供应链的议题。看见没有？还是供应链的议题，涉及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合作领域，包括什么？包括半导体，
包括武器啊，但一定会包括半导体。你想一下，半导体领域是谁？在半导体领域啊，主要有三四个国家啊，美国肯定是第一啊，然后是韩国啊，韩国三星啊，然后是台湾啊，你再加一个日本吧，日本也是一个半导体的大国。那么美日两国要谈合作啊，要谈经济合作，半导体这个一定跑不掉啊，一定跑不掉。毫无疑问，美国在不遗余力的在推动美台关系的不断的升温，这都是美国提出来的啊。美国的意愿非常强烈。那么台湾内部现在在讨论什么？台湾内部现在在讨论美猪美牛的问题，就是开放美猪和美牛的问题。那个开放美猪美牛的是下一个议题，再下一个议题是什么？再下一个议题就是美台自贸协定啊。美台自贸协定啊，就是美台自贸协定 FTA 啊 ，FTA 如果 FTA 美台签了 FTA 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商都不用劝了，都会直接从大陆搬回来。为什么？很简单，台商大部分的单都是去美国的，大部分台商的单都是往美国跑的。你想一下，中美在打贸易战，时不常的还会加税啊，一加税这单就不用做了啊，基本上就赔钱了。那你想一下，如果美台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话，你别说台湾的成本高啊，中国的成本一点都不便宜。现在，特别是有些台企还要派这个台干去大陆，那也是一堆的钱，成本一点都不便宜。如果美台 FTA 的一签，那台企就哭着喊着都要往回签的了啊，甚至东南亚都不一定啊。你要知道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这边呢，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方向，就是一个方向，把这个话题炒热，把这次事情推高啊，不断的把台湾的这个重要性把它拔起来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其中一个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讲这个啊，今天主题讲这个。那么，今天再讲一个蓬佩奥吧啊，蓬佩奥还有一个主题啊，蓬佩奥今天有一个讲话啊，什么讲话呢？就是美国决定啊，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个机制啊，3点：第一，要求中国外交官访问大学校园和地方官员见面必须获得许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使领馆在他们使团地界以外的地方主办超过50人的文化活动要得到批准啊，这是第二。第三，确保所有中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已经被恰当的标注为政府账号或者是中国政府账号啊，这就是3个，就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限制中国使领馆啊对这个在美国的活动啊，这是蓬佩奥今天宣布的。那么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提了几个啊，一个就是副国务卿 Crutch， 就是刚才提到的 Crutch， 最近向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发了一封信，提醒他们注意啊，那个中共对学术自由、人权和大学捐助的威胁啊，他说这些威胁可能以非法资助研究、窃取知识产权、恐吓外国学生以及不透明的人才招聘的形式出现啊。那么蓬佩奥之前讲过一下什么呢？就是为了应对中国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对付中国这个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啊，川普政府很快会出一些重大的政策。第一个，继续扩大限制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啊，他没有说全部啊，他说的是扩大限制。
所以这个要澄清一下。我看外面有一些人说阻止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留学生政策不仅仅是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是有利的，所以美国不可能把这项政策给关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希望在年底以前关闭在美国的所有的孔子学院啊，这是蓬佩奥讲的啊。那么他还提到了西藏问题，美国对西藏问题一直很关注啊。他说，我们也对中方在西藏的行动表示关切，考虑到总书记啊，就习近平啊，最近呼吁藏传佛教中国化啊，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了啊，并打击那里的分裂主义，我们继续呼吁北京无条件的与达赖喇嘛或者是他的代表进行对话。达成化解分歧的解决方案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蓬佩奥现在已经不叫总统了，也不叫主席了，叫总书记了啊，总书记了。他们现在啊，像美国国务院、美国官员现在叫这个习近平啊，不叫 president 啊，只叫他总书记，或者是叫他 chairman 不叫他 president 啊。一般都叫他们总书记了啊，就是把他很突出他的什么中共的身份，而且他们现在讲这个中国啊，不叫中国的，叫中共或者 PRC 啊，叫 PRC， 大概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啊，中美之间，你看，前天国防部啊出了一个中国军力报告。然后今天这个蓬佩奥又出这个政策，你可以看到美国不断的在往外推政策啊，然后台湾那边也不停啊，基本上我觉得美国国务院基本上现在是火力全开啊，所有的政策不断的在往外跑，目的只有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该切割的切割，该封堵的封堵啊。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目前的中美关系。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这个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大家尽量的简洁，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给其他的网友多一点的时间啊！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我昨天我已经开了这个视频的这个评论啊，今天就彻底开了啊，今天彻底开了。那我在这里讲2点，我们还是会清除一些评论啊，清除3种评论我会清除。第一个5毛。5毛带风向我一定会清除掉啊。第二个广告我也会清除掉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人身攻击、出言不逊啊、没有礼貌啊，我也会清除掉。就这3类我会清除掉啊。那么至于不同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没问题，大家全部提，但是记住不要人身攻击，最好礼貌用语，好吗？啊，我在这里先有言在先啊，有言在先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好，明谢一下 ，Kate 张谢谢 ，Heidi 欣谢谢 ，Derek 梁谢谢 ，Jessie 蔡谢谢 ，Alice 杨谢谢 ，Harry 峰谢谢 ，Kevin 赵谢谢，王老师加油，哈拉孙谢谢。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观点：铲除中国供应链是釜底抽薪之举。中国出口的最大优势在于供应链啊，在于制造业，不在高科技，非常正确啊。中国的高科技，它自己都满足不了啊。其实川普推动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动作影响是很大的
影响很大。但是老实讲，中美贸易战是产生了一些产业链外移，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我认为真正影响大的是疫情疫情让那些跨国公司吓一大跳就说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国家关停整整1个月，你说什么情况？特别是像那个什么，像那些奔驰这个汽车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通用这汽车都全部停摆。为什么？零部件从中国来，很多零部件来自中国，中国一停1个月，你想想看，大家全部都歇了。所以这个教训其实是很大的。很多这些跨国公司一看这个情况，那不行，那必须商业风险对于一个商业机构来说，商业风险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把商业风险降到0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疫情的影响比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要大提问请教王先生，为什么王毅出访欧洲还是那么战狼，那么作死？是什么机制导致 CCP 如此这般的外交行为模式？明明战狼外交已经得到国际社会不良反馈，为什么还要坚持？十分费解。不难理解你想一下，战狼外交是谁的意思？战狼外交的意思就是习近平的意思。阿尔百金专门写纸条交给外交部，说你们要有斗争精神，要有斗争意识，要有底线意识。意思就是什么？你必须要斗那你一斗不就是斗是什么？红卫兵所以你现在看现在的这个外交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一张张脸都是什么脸？红卫兵的脸，那就是习近平的旨意。那好了，为什么不好还要做给大家看？那不是做给大家看，那是做给200斤看的他其实你看，在北京记者会也好，王毅在出访也好，他这个戏演足，特别是记者会那戏演足，演给谁看？演给领导看的所以领导虽然大家不喜欢，领导喜欢就行了，领导不喜欢，大家都喜欢，我不一样要下台就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搞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你要搞清楚他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拍领导马屁演给领导看。疫情之初，中国全世界抢口罩，囤积医疗物资，后来世界疫情紧张，急需口罩等医疗物资，中国通过限制口罩出口，要挟急需援助的国家接受华为 5G， 否则不得口罩。对那些不愿服从的国家态度恶劣，极尽嘲笑和幸灾乐祸之能事，一系列行为让全世界各国心灰意冷，一步步看穿中共的丑恶嘴脸。世界产业链搬出中国实为自保，为了今后不再被中共胁迫，这样一个恶毒的政权，谁愿意和他做朋友呢？我觉得有2个问题产业链移出中国，一方面有刚才讲的这个疫情的原因，有刚才讲的中美贸易战的政治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成本成本上升。其实中国产业链外移的情况我印象中是从2012年13年就开始那个时候就开始往哪儿跑？特别是那些制造业就是说制造业简单制造业往东南亚跑，往越南跑，往泰国跑那边成本更低实际上已经跑了个7、8年了。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成本不会往内陆跑？我当记者，我当财经记者的时候，中国经济有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纵深很长纵深很深。纵深很深最适合干什么？梯次开发。你比如说
沿海经济上来了，成本高了，再往内陆移啊，这边再起来了，再往内陆移，你可以不断的移，你可以移个10年20年还没移到头，为什么？因为中国腹地很大，但是你发现没有，根本就没得移，因为直接它一涨，中国现在成本一涨是全国性的涨，比如说地价一涨，全国都在涨，房地产一涨，全国都在涨，这是一个。第二个，劳动法一出来，全国都统一，就是劳动法带来的这个成本上升，全国都在上升。比如说这个社保一上来，哎，社保全国都在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直接把它的这个纵深很深的优势给灭掉了。就是说它不是说沿海成本上升，内地成本还低，不是，它都涨怎么办？都涨我只能离开了。所以中国现在是没有战略纵深，都一样，但是开发度差别很大啊，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啊。情况王先生好，上海部分小学1年级开学第一周班主题伟大的党，党是太阳，我爱中国共产党，从6岁的孩子开始。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情绪这半年时间，我了解了很多真实的情况。俗话说，自知者明啊，我的切身感受还有自知者痛，了解越多越心痛。最近我看到推上一些年轻人乳包，我也知道这有点幼稚，但是真的很解气啊，是我为数不多的释放情绪的方式之一啊，还有叫乳包。OK，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啊，有意思。情况观点，其实打台湾牌和南海牌，这是让 CCP 最痛苦的2张牌。台湾牌直接动摇 CCP 合法性，让 CCP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南海牌实力太过悬殊， CCP 无能为力。虽然我之前也和王老师一样对川普有看法，但是打台湾牌真的是一步好棋。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川普或者及其团队的谋略。OK， 我同意，说得很对，很好。观点，疫情溯源问题不解决，美国心里这个坎儿肯定过不去。目前中共在对美关系上也是避重就轻，隔靴搔痒，总之是无解。中国现在对美的关系，我觉得完全没有作为，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不理他，就双方根本就连外交部都没办法讲上话，你说什么情况？你有做什么作为？崔天凯说现在外交部根本就是中国外交部根本跟美国国务院讲不上话。就是他不理你，你说什么他都不回应，你什么用啊？所以中国现在的招没什么招，完全没什么招啊，就是看美国出什么招，他看能不能扛一下，就这个问题啊。王老师好，提一个关于台湾外省精英的立场是怎样的？我一直关注陈文茜的节目，他是台大高材生，和李敖关系很好，属于外省精英。现在他的节目对大陆褒奖比较多，对美国和川普批评比较多。最近在抨击美台进口猪肉协议，我能理解他批评川普，但是难以理解亲大陆的立场，毕竟他们的价值观应该相左才对。网友，所有的亲共艺人和文化人只有一个目的，搞大知名度，开拓大陆市场，然后捞钱，没有例外。你知道李敖吗？李敖是什么？李敖是把这个国民党的牢底坐穿的人啊，骂蒋家，骂的那简直是，这个当年也是豪气万丈啊！我读大学的时候，李敖是我的偶像啊，那写文章骂人，那么真的解气痛快啊！而且他不仅能够骂你，还能够找出一堆的引经据典骂你，引经据典的骂你，骂的你有
有规模、有气势、有论据、有论证，骂得非常的规整啊。但是李敖的后来是什么情况，大家知道吗？很清楚吧？我不用我说了吧？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他骂的全是国民党，所以没关系，所以他的书可以在大陆出，那挣大钱，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还是什么？讲到底还是钱，看钱份上啊。所以这个网友讲的非常的对啊，这些人价值观，他们已经没有价值观了啊。提问：我女儿10岁，不聪明，也不爱学习，不爱看书，没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最大的乐趣就是看手机。从小上了各种兴趣班和补习班，都收效甚微。请问，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讲，是静待花开，还是换种方式继续逼着读书？请老师解惑，谢谢啊。网友啊，孩子是父母的影子，父母先做好自己，自己先放下手机，拿起书本，用心陪伴，跟他一起学习，孩子才会慢慢的跟你慢慢的改变。当然没有孩子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做那么枯燥的事情。学习是第一点啊，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啊。有些人说啊，我们现在先进的教育快乐学习啊，那是骗人的，没有学习是快乐的啊。为什么？你必须克服自己的弱点，你必须抑制自己的需求，你去做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学习。所以学习没有快乐的，学习一定是痛苦的，越刻苦越痛苦越努力越辛苦，这个没有话讲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必须搞清楚。学习不管是哪个层级的学习，都是付出代价得到你要得到的东西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现在说我的孩子又不聪明又不爱学习，这是结果，不是原因。不是说他是一个这样的条件，我该怎么办？不是，他现在变成一个这样的情况，是之前一路走来，过去10年，他的生活、他的经历、他的教育、他的体验的结果，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结果。你要改变这个结果，你必须从前面开始往回找。就像这个网友说的，你要搞清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他为什么不爱学习，或者是没有人爱学习，但是他为什么就算不爱学习，他怎么就那么厌恶学习？他为什么没有学习的习惯啊？学习其实是习惯建立的习惯，不是爱好，没有人爱好学习啊，是习惯。我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生活习惯，我到点我就要看书，我就要做功课，这已经慢慢形成他的习惯。我说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不能从孩子身上找问题，要从你自己身上找问题 ，OK， 好不好？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就像这网友说的，你要把手机放下来，你才能够说服你的孩子把手机放下来。你要去学习，你要陪伴他，你要认真的有诚意的陪伴啊！你有诚意的陪伴，就是不但把手机放在一边，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边，你去陪伴他，去做一件他想让你陪伴的事情。你把这些事情做对了，你看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啊！观点：虽然我也很同情内蒙人，但是我支持昨天老雷说的话，引述他们内蒙人反抗，如果一看势头不对，就算了吧。习近平真的有可能把内蒙变新疆，也搞个集中营。内蒙人、牧民和蒙古族普遍比较有钱、富裕，还是努力赚钱移民吧。怎么说呢？我没有在内蒙，我也不是内蒙人，我也不是蒙族人，我不太有资格去
鼓励内蒙人的反抗啊，这是第一个。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但是从这个叫什么？从一个正常中共建政到现在来看如果你不反抗，你就以为你的处境会更好一点，你想错了，你不反抗，你的处境比反抗还要差得多得多。这就是中国人民从1949年到现在遇到的情况。所以我对老雷我不知道是谁啊，我对老雷的这个说法我非常不同意啊！你不要以为你不反抗，你的处境会好一点，这是骗人的，这是欺世之谈啊！所以我只从这个角度去说。至于说移民这些问题，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观点：先是西藏，再是新疆，接下来是香港，现在轮到内蒙。很多人都在庆幸自己是汉族，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汉族是最早被共匪摁在地上跪下来的民族，根本就没有起来过。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就等于回答上面的问题啊。观点：关于最近中国出口强劲，没什么意外，主要是中国疫情缓解，率先复工，完成疫情期间被积压的订单，而国外因为疫情还没有无法开工，导致刚性需求对中国产能的转移，这只能是回光返照的暂时现象，并不能证明中国出口反转。相反，国外疫情缓解之后，国内的出口将会更加糟糕，非常正确啊。观点：王先生说，中国的竞争力是产业链、产业集群，不是工资低，不完全认同。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如何形成的呢？还不是因为工资低，破坏环境成本低，劳动保障低这些因素。当然，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会存在低工资之外形成的一些竞争力，但是无疑还是工资低，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因素，产业集合联合产业集群很容易烟消云散。话没错话都是没错，因为我们把每个人的判断或者是每一个陈述把它推到最远的地方，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就是说我们讨论问题肯定要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而不是把它推到极致你比如说像工资的问题，我说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首先是产业链的优势工资低不是核心的优势。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工资低吗？中国工资很低，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它的成本一点都不低，理解吗？你能理解吗？一个企业在一个员工身上花的钱100块钱，那么这个员工只能拿到多少？50块钱到60块钱之间，那么剩下的钱都被政府拿走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的人工成本一点都不低你社保各种各样的成本你做过企业管理你就知道，就是说你花100块钱，或者是你翻过来讲，这个员工拿到100块钱，其实这个企业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花了150块钱或者180块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工资低不一定，所以我把你的话呢，我再来挑个刺儿工资低并不意味着企业成本低，企业成本仍然是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工资其实现在也不低中国工资现在已经不低就是说每年都在往上加最低工资所以中国工资第一个不低，第二个企业的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所以这两个因素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工资低已经不是中国出口的核心优势。我把这个话说周延一点，如果你来讲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低工资肯定不是现在出口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你认为它还是核心竞争力的话，那可能就是非常低端的
产品的了啊，非常低端的产品。那非常低端的产品，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中国了，都已经移到东南亚去了。所以这一块我也不大同意你讲的也不大周延，好吗 ？OK，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互相提高啊。问题今天看到沃尔玛中国要部分卖掉国内业务，请问王先生评论，沃尔玛和京东、腾讯的更大合资有可能吗？沃尔玛跟京东、腾讯合作，我没看到他们之前有合作吗？沃尔玛卖掉中国业务已经卖完了啊，你像很多美资企业都卖掉了，麦当劳卖掉了，这个肯德基就百胜啊，肯德基跟那个披萨哈已经卖掉了，叫什么麦德龙卖掉了，零售企业都在卖啊，零售企业都在卖。沃尔玛卖掉老乡，我一点都不意外。亚马逊关掉了啊，基本上都在撤离中国市场啊。合资我看不到京东跟腾讯合资的东西，我没看到他们之间的合作啊，达不了。观点：墙内教育从小到大洗脑，洗脑体系完善，什么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伦理道德根本没有，基本就是弱肉强食，成绩好、分数高就通吃，基本上是这样。观点：民选领袖即使情势需要妥协，也得保持强势形象。独裁政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无限对外妥协、退让，而不担心选民压力。习浪费了这个优势，不然像沙特王室一样不惹事，坚定的成为美国盟友，中共政权就十分稳定。那他怎么忽悠大家跟着他往左转呢？中共一直把美国当假想敌，从我记事开始，中国就没有停过，就是把美国当假想敌，只是美国人不知道而已，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共的假想敌就是美帝啊，这讲了多少年了，就美帝不知道，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你说妥协，他也妥不了协啊，他还把红旗插遍全球啊，妥协啥？中共共产政权，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扩张性的，它一定要扩张性的。为什么？国际歌你想一下，国际歌怎么唱的 ？International 一定要实现 ，International 一定要实现的。International 是什么？国际主义呀、国际主义是什么？解放全人类啊，最后才解放自己啊！这是共产党宣言呐，共产党宣言上来就是这句话：我上来要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个问题，这不是习近平的问题，这也不仅仅是独裁政权的问题，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的问题。他们的誓言就是这样的，所以不惹事儿，他就是惹事儿。你看哪个共产政权不惹事儿？哪个共产政权都没少惹事儿啊。情况身处3线小城，现在监控已经做到全覆盖了，从城市小区门口到路口。到农村老家小镇各个路口，最近去饭店吃饭，饭店门口也装了个公安监控，不是他们自己饭店自己安装的那种。OK， 观点：王老师说的那种大汉沙文主义，就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其实，中共所要灭绝的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汉族也在灭绝之内。对中共而言，他们就是要把大陆的各民族改造成中共一样毫无人性的牲口畜生，没有大汉族沙文主义，只有共产主义。OK， 好，明谢 Paul 陈，谢谢 Jenny Lee， 谢谢 Y Fox， 谢谢星官，谢谢 Josh 赵，谢谢林腾，谢谢 Renee Mac， 谢谢闪电233，谢谢。王老师深夜直播辛苦了，请王老师喝一杯小咖啡。好的，小咖啡，小咖啡可以，大咖啡不行，大咖啡睡不着觉啊。苏喜 QQ， 谢谢，请王先生喝一杯西湖龙井。谢谢贾家弄啊，耐心解疑答惑啊，谢谢啊。周雨婷，谢谢
留学签证，给卡拜听了半年付学费了。OK， 谢谢。疫情刚消停一点，国内又开始查环保，关工厂了。反正中共呢就是跟资本家过不去啊，反正一直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